风尊者得知药老当年失踪真相，森然杀意令韩风恐惧不已。书接上回，萧炎握紧了拳头，眼中闪烁着凶光。片刻过后，他压制住了心中激动的情绪，深吸一口气，缓缓开口道：“风老，想必你也知道老师当年的经历吧？当年他发生意外的时候，我并不在他身边。等我发现时，韩风宣称老师在炼丹时遭到反噬，自爆身亡。我从不相信这样的说法，曾几次盘问韩风，却未能从他口中得到任何线索。但这些次数过后，韩风便在中州消失了，我才隐约感到他和老师的失踪可能有所关联。然而在中州寻找这么多年，我也没有得到任何关于韩风的消息。”风尊者紧紧盯着萧炎，沉声说道。萧炎轻叹一声，低声道：“确实是韩风害死了老师。”砰！萧炎话音落下，面前的风尊者脸色瞬间变得阴冷，一股森然的杀意从他身上涌出，让天地之间的温度都降低了不少。这个畜生，药尘将他从一个被抛弃的婴儿养大，并传授他无尽功法，他居然背叛了师门，孽畜，良知真被狗吃了！当初老夫应该一巴掌拍死他！风尊者怒气冲天，厉声喝道。面对风尊者的暴怒，青鸾不由得退缩了一下。通常风尊者都是淡定从容，很少见他如此失态。药尘难道是老师的至交好友，星陨阁的阁主？药尊者药尘。青鸾口中喃喃自语，突然想到了什么，惊愕地望着萧炎，失声道：“阁主。”萧炎愕然，他并不知道药老是哪个阁主。星陨阁是我和药尘一同创建的，然而他并不喜欢这些事务，所以大部分都由我管理。虽然这些年他失踪了，但阁主一直仍属于他，因为我知道凭他的实力不会轻易离世。风尊者摆手说道。萧炎微微点头，没有想到老师居然还是星陨阁的挂名阁主，这样一来，他也算是星陨阁的一员了吗？暂且不谈这个，我回去后会发布通缉令，韩风那个畜生肯定还活着，如果能将他擒拿归案，绝对让他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风尊者怒气冲冲地说道。韩风的所作所为实在太激怒了他，或许用不着发布通缉令。萧炎摇了摇头，然后弹指之间，一个玉瓶从他的戒指中飞了出来，他用手指抚过瓶口，一道虚幻的灵魂形态立刻急速飞出。萧炎，你究竟想怎样才肯放过我灵魂？寒风从瓶中冒出后，气急败坏地喊道。然而他的声音还没落下，就突然停住了，脸上露出惊骇之色。寒风，风尊者冷冰冰地盯着寒风的灵魂，两个字音充满了阴冷的杀意，从他牙缝中缓缓传出。风尊者。寒风呆呆地看着面前的风尊者，顿时发出尖叫，惊恐地转身逃走。风尊者目光冰寒，掌心成爪，虚空中一股可怕的吸力将寒风吸回，然后他的手像鹰爪一样抓住了寒风的脖子。他曾经慈祥善良的面容此刻变得恐怖。畜生，你竟敢对你的老师下手！如果不是因为药尘，你早就被野狗吞噬了。你这个禽兽不如的孽畜！面对风尊者充满冰寒杀意的目光，寒风终于感到了恐惧。他一直对风尊者心存忌惮，现在他赶紧求饶道：“放过我吧，这与我无关，我也是被魂殿的人逼迫的。”魂殿？风尊者的脸色微微改变。风老，魂殿似乎与老师的灵魂力量有关，而现在老师已经被他们抓住了。萧炎声音低沉地说道：“果然与这些家伙有关。”风尊者咬牙切齿地说道：“这些年来，他通过一些调查隐约发现了魂殿的一些事情，但没想到当年对药尘出手的竟然是这些阴魂不散的人。这个孽畜不能留着。”风尊者眼中闪过一丝杀意，冷冷地盯着寒风。当初就算魂殿要对付药尘，也很困难，毕竟他的人际关系广泛，而且身为炼药师，他的影响力即使是魂殿也要考虑。但最后药尘突然失踪，显然有内鬼出卖，使他来不及召集援助。而这个内鬼，除了寒风这个孽畜，还能是谁？风老，请等一下，我们还需要寒风带路才能找到药老被关押的分店，现在不宜杀他。萧炎急忙说道。魂殿所追求的，恐怕不仅仅是药老的灵魂，更看重的是他的炼丹能力。我隐约知道，魂殿似乎在暗中策划一场巨大的计划，而这个计划需要许多出色的炼药师来完成。当年我与药尘一起参加了中州上轰动一时的远古洞府争夺战，我明白那里的宝物非常惊人，而你修炼的功法也是药尘在那次战斗中得到的。风尊者叹了口气说道。远古洞府？萧炎惊讶地愣住了，那是很久以前的盛世了，那个洞府是远古时代传承下来的，当年吸引了中州上大半斗宗以上阶级的强者，里面的宝物非常令人震惊，你修炼的焚诀正是药尘在那里得到的。风尊者叹了口气解释道。萧炎吸了口气，原来焚诀是在那个远古洞府中得到的，现在药老被关押在哪里？风尊者冷冷地盯着寒风问道。他被关押在中州西域的明城，那里有魂殿的一个分店。寒风迟疑了一下回答道。明城？没想到那里也有魂殿的分店。风尊者皱起眉头，再问道，那个分店有几位尊老？只有一个。寒风轻声回答。你真以为我对魂殿一无所知吗？风尊者冷笑一声。魂殿的分店，即便是不强，也会有正负2位尊老，更何况关押着药尘这样重要的人物。1位尊老，看来你还是一直胆大包天啊。风尊者的话让寒风全身颤抖，而萧炎也是脸色阴沉，差点被这家伙玩弄于股掌之间。2位尊老可不是简单加起来那么简单，2位斗尊级别的强者，足以媲美中州上一些顶尖实力。如果萧炎没有遇到风尊者，单凭他一个人冲去明城，恐怕就直接自投罗网了。暂时将他收起来，或许以后还会有用处。
风尊者看了一眼颤抖的寒风，冷笑一声，然后将他抛向萧炎。萧炎冷笑一声，点了点头。他随手接住了寒风，然后将它塞进玉瓶中。随后，他移动手指，一股无形的火焰闪过，寒风的惨叫声再次响起。他抹去玉瓶口上的残渣，让惨叫声消失无踪。风老，现在该怎么办？萧炎迟疑了片刻，问道。我们不能鲁莽行事，也不能让消息泄露出去，否则一旦魂殿将药尘转移，我们要找到它就更加困难了。你先耐心等待一段时间，我会派人去明城进行调查，等我们弄清楚分店的实力之后再行动也不迟。风尊者冷静地说道。如果时间拖得太久，我有些担心。萧炎表示担忧地说道。放心吧，中州上能与药尘的炼丹术媲美的人并不多，魂殿不会轻易对他动手。风尊者平静地说道。听了这话，萧炎犹豫了一下，点了点头。魂殿势力庞大，现在我打算回星陨阁，开始调查魂殿的情况。你呢？风尊者看着萧炎问道。萧炎沉吟片刻，回答道。我想先去中州中央，离丹塔的丹会只有1年左右的时间了，我需要参加。